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先歡迎來賓，台大哲學系教授苑舉正老師。思敏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再來就是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哥。思敏好，大家好。好，還有淡江大學財經系教授聶建中老師。思敏，各位觀眾大家好。好，所以觀眾朋友今天特別來關心到中東的戰事戰火現在進入倒數，尤其今天關心到的是伊朗現在祭出了它的射程高達1000公里的新款的導彈亮相，中國大陸現在傳出有暗中幫助伊朗嗎？再來就是俄羅斯是否也有介入？美國航母危在旦夕。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三個火線話題，我們今天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答。首先今天會來關心到的是伊朗的無人機逼近了林肯號之後呢，是直接被美軍的 F-35給擊落下來了。另一方面，革命衛隊試圖在另外一頭呢強行扣押美國的油輪。中東戰事現在被說是一觸即發，美軍能夠掌握局勢，避免戰火全面蔓延嗎？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題我們會來關心到是在中國大陸的部分，它的一艘科考船現身在阿拉伯海，網絡上現在還流出了一系列的衛星影像。在這個衛星影像當中，是以中文標示了許多美軍在它的武器中東的部署。這是中國公開支援伊朗提供給他灰色的情報嗎？那美軍又如何反制這一場情報戰呢？最後，我們今天也會來關心接下來的，要在2月份特別關心，就是2月6號，美國跟伊朗會來談這個核談判。而在核談判正式的進行前，我們看到伊朗直接拋出了他願意承諾的事情，包括暫停他的核計劃。濃縮鈾會送往俄羅斯，川普則是要求說3個東西你要停和限制飛彈，這是第二個。第三個，也停止支持中東的代理人。這一場在2月6號的核談判到底能不能成功？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美伊關係現在到了隨時開戰的一個邊緣的臨界點了。3號來自於美國軍方親自的證實了，說有一架伊朗的無人機，這一架是夏德139，在逼近阿拉伯海的時候遭到了。在阿拉伯海林肯號的航母附近的時候，立刻是被 F-35戰機給擊落了。另一方面，我們則是看到伊朗則是試圖登上了一個他看到的懸掛美國國旗的油輪進行扣押，戰事現在看起來是劍拔弩張。另一方面，中國大陸有出手相助伊朗嗎？來自於南華早報的報道說，看到了大陸的科考船現身在逼近林肯號的附近。再來就是我們今天要特別來看到這一張圖了，這個是網絡上特別流出來的大量的來自於中國大陸衛星的高解析影像，並且在這個上面我們可以看到有許多的中文字，在這個中文字當中，特別是中方標示了說美國的林肯號還有美軍的E-15戰機跟它的愛國者飛彈部署的地點，被軍事專家解讀中國可能在向伊朗提供美軍的動態情報。他認為這樣子的手法其實類似於過去的印巴戰爭。那麼在同一時間，我們看到伊朗的部分則是祭出它的重型的反艦導彈，這一款是阿布馬赫迪，射程1000公里的彈頭重達400公斤。現在根據了解，只要2枚就可以擊沉前方美軍9000噸的驅逐艦。所以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幹哥怎麼看了？中國真的出手幫助伊朗嗎？那如果是有幫助的話，是否提供在這上面的情報戰？美軍接下來會如何來做應對呢？再來就是反艦導彈，剛剛說射程高達了1000公里，代表美國在中東部署的這個林肯號航母是逼近危險的嗎？幹哥怎麼看？當然是危險。但我們要知道，伊朗這次他無人機逼近了林肯號，這就是一個訊號。為什麼？因為大家在想說，已經相安無事了，你們不是已經上談判桌嗎？現在到底是要在伊斯坦堡啊，伊朗、美國的官員高階他們都要見面啊，對不對？那現在到底是談到什麼地步？可是伊朗無人機怎麼會在阿拉伯海出現？然後而且好像接近了林肯號，這事情意義很重大。不過伊朗他宣稱說，這個我們是什麼？我們這個是一個商用的無人機，它走在自己的航道上，根本沒有逼近美國。當然講要這樣講，但我要講的一個重點是什麼？你要知道 F-35，其實無人機到了你的頭上的時候，你大概才會發現它。F-35是距離100公里，航空母艦戰鬥群100公里之外把它擊落的。也就是說 ，F-35它的態勢感知完全發揮作用了。
你在空域裡面有任何的動作，有任何的物體進來 ，F-35它被訓練，它的 know how 就是你一定要知道，在你身邊周遭200-300公里範圍之內突然出現了飛行器，它抓到了，大家就知道了。美國的技術我們還是必須要認可的。他抓到了，他不是用眼睛看的，因為你看不見。他抓到以後，然後飛行員直接下判斷，這是無人機。為什麼？因為它的雷達橫截面要比隱形戰機還要大。大家聽得懂嗎？無人機這麼小，雷達橫截面怎麼會比隱形戰機來得大？因為隱形戰機是逆中的，你在雷達屏幕上面看呢，只像一個小鳥一樣。但是如果說是在那個無人機，因為無人機有螺旋槳，那個非常不逆中的，他馬上就判斷這個是無人機，打。用怎麼打？用 AIM-9 響尾蛇飛彈打 ，AIM-9X 響尾蛇飛彈把它打下來。所以說一句實在話，我覺得美軍在第一次接觸上面，他就已經有逮到了。但是我們也必須要承認，就是說，萬一不是一架的時候 ，F-35就應付不了了。這個時候，艦隊防空就要啟動。什麼叫艦隊防空？艦隊防空就是神盾驅逐艦的防空系統，完全要啟動。標準3型跟標準6型飛彈全部要上啊，要攔截。這個畫面會不會發生？很可能在下個禮拜就會發生，就是在我們中國人過新年的時候，很可能就會發生。然後我們現在再來講阿布馬赫迪飛彈，這個飛彈我坦白跟各位講好，這就是中國技術的援助。為什麼？它的射程1000公里，然後它彈頭400公斤，這個完全是常見10型的翻版。常見10啊，我最近有拿那個空6它身上的常見10給大家看，它就是長程巡弋飛彈，但它也有可能阿布馬赫迪也有可能，它根本就是一種彈道飛彈啊。那因為彈道飛彈的技術比較複雜，我覺得不太可能會用在這種飛彈上面。但是它可以打到1000公里，那就是代表像跟我們的常見10型的飛彈是一樣的道理。它能夠飛這麼遠，然後呢，它飛這麼遠，它還彈頭威力有400公斤。它要是一顆打到你美國航空母艦的話，是打不成的。所以這邊我必須要先強調，400公斤的彈頭打不成的。為什麼？因為美國航空母艦總共11艘，每艘都是10萬噸級的。你要2顆到3顆以上打中它，才能夠把它打殘啊。所以說，其實反艦飛彈它其實有一個，就是說怎麼講，就是說心理因素會比實際集成要來的有用。所以你就會看到說，阿布馬赫迪真的是已經要他說你看2枚就可以集成驅逐艦沒問題，但是你要打航空母艦沒有那麼簡單。不過最重要的是目標或怎麼獲得，這裡面絕對有中國技術的協助。所以我覺得，如果真的開戰的時候，大家要小心了。如果伊朗真的能夠逮到美國的航空母艦戰鬥群的話，中國在這後面一定出了很多力的。同樣是中國的角色，特別請教苑老師怎麼看？現在是說中國也有暗中提供伊朗在情報上面提供給伊朗，老師又怎麼看？对，那個剛剛提到阿布馬哈迪的這個導彈的時候呢，是伊朗拿出來，大家以前的話呢說的不多，但是這個非常有可能是中國的技術援助啊，然後這個俄羅斯當然也有一些提供一些幫助啊，但是這個整體來講的話呢，就是分成了幾個方面哈。第一個的話呢，我個人看法覺得說有中俄的聯手啊，其實基本上是唱一場雙簧給美國看了，啊，因為呢，他們之間的做的，大家的評估啊，就是美國沒有這個能力，也沒有這個決心啊，也沒有這個理由要跟伊朗之間就是開戰，更不要說是地面的戰爭。所以說，從這個角度來講，這個伊朗的這個存在啊，目前這個情況下，這個策略是很明顯的，就是讓俄羅斯先走一步啊，然後中國本身呢在暗中資助，然後做什麼事情呢？就是說呢，要做事情呢，就是他們整體來講啊，就是希望中東的局勢啊不要有伊朗的消滅啊，因為伊朗如果消滅的話呢，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名詞叫抵抗之湖？就是說原來的話呢，就是伊朗的代理人戰爭，就是從一開始到從哈馬斯一直到這個敘利亞到伊拉克啊，然後到了胡塞武裝什麼的，全部都是伊朗支持的。那這些的話呢，都陸陸續續被以色列加美國的聯合作戰的方式擊潰，所以伊朗變成最後一個堡壘。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你說伊朗怎麼可能沒有中國跟俄國的支持？伊朗原來就是俄國的一個
個小老弟，俄國對伊朗的支持長期以來就是冷戰中的一個重要標誌。那再加上中國現在的話呢，它有3方面的理由。第一個就是伊朗的油是中國在買的。那中國本身是一個能源缺乏它各方面來講，委內瑞拉也好，伊朗也好，中國都有買油。第二個的話呢，就是它的區域上，這個整個中東地區的話呢，大家可以想到，如果中東沒有敢跟美國挑戰的伊朗的話呢，那整個區域的話呢，就可以宣告以色列的勝利。以色列勝利對於這個整個伊朗國家，大家知道就是什麼巴林啦，什麼卡達啦，或者說是這個阿聯酋啦，或者說這個沙特什麼，都是一種奇恥大辱，所以搞得整個歐洲地區，或者說整個世界地區的穆斯林回教徒，他們就會極端的反抗。所以在這個地區上要維持勢力的均衡。然後第3個的話呢，我必須坦白講一句話哈，這個對於伊朗做某種程度的支持的話呢，美國不敢動手的話，就結果是什麼呢？結果是中東地區就繼續亂下去。請大家注意啊，就是你旁邊的鄰居啊，只要戰爭不打到你家來的話，他們亂對你來講不是一個太大的壞事。這個當然講這個話不道德了啊，可是實際上也是這種情況。所以大家看到說是我們基本上的話，如果說你不管，如果中國有能力不管，那俄羅斯现在這麼艱苦的情況下，他也管不住的話，那中國不適當的施出援手的話，如果伊朗真的沒的話，那還得了啊！整個中東地區就是美國加以色列的，那以色列做事是非常狠的，對不對？至於說是川普提出來的條件呢，我覺得說廢核跟廢彈的話呢，都不太可能。因為現在的話呢，經過這一次這個俄烏之間的衝突以後，大家發覺烏克蘭最大的措施就是十幾年前把自己的核武器都不要了。所以任何情況，現在没有人敢惹北韓了，沒有人敢惹，為什麼？動不動就給你來個，但是有濃縮又不用了，也不行，一定要有導彈。所以說前面2個，至於說代理人戰爭早就結束了嘛。好，謝謝苑老師。確實哦，延續聶老師剛剛幫我們特別提到的，就是美國川普現在特別提出來針對伊朗2月6號要進行的核談判。3個條件當中，剛剛苑老師幫我們特別提到，除了要廢核之外，還要限制它的彈道飛彈的發展，最後就是支持這個中東，停止支持中東的代理人。川普說了，如果在2月6號這一次談不攏的話，就會有壞事情發生。那伊朗這個時候也祭出他的一些善意啦，伊朗是說他會暫停核計劃，並且把濃縮鈾送往俄羅斯去。接下來我們請聶老師來帶我們看一下俄羅斯的角色。另外就是2月6號的核談判到底有沒有機會談成 ？OK， 我覺得不管是人與人、團隊與團隊或者國與國之間，在進行談判的時候，說實在有3個步驟，我是這樣認為哈，就是這2個方呢，一定是一開始的時候有一方可能比較強，他是用攻擊性的角度，可另外一方可能防禦，但他也夠強的話，他也可能會攻擊，但最後呢，一個方式就是你防禦也防禦不了，就是投降嘛。我現在覺得美伊這邊的談判呢，是陷入一個這樣的一個情況。就是我們講說，以這個喊出聲量來講呢，伊朗其實在軍事上、霸權上絕對贏不了美國，美國基本上是步步為營啊。但伊朗當然也釋出了非常的訊號，說反正呢，不管怎麼樣，誓死抵抗到底。那是之前，跟照美國的軍事實力絕對是高到一定國家之上。那麼而且呢，他的霸權呢，甚至他呼朋引伴的這個盟友的這個這集結地位也是比較有。因此，他如果繼續的給這個伊朗一些威脅的話，伊朗當然最後還會選擇你剛剛講的所謂的善意。可是重點是善意要多善意，如果走到第3個叫 surrender 就完全投降，我相信也不太可能。就像2戰之後呢，日本呢講不好聽點，你已經這個是一個戰敗國，而且呢以前這麼多的這個罪行，那當然你不能再有攻擊武器，當然還是給你有一個保命叫做防禦部隊，叫 defense， 就是他們的 national guard defense 防禦部隊。那我的意思就是說，美國常常會用他的霸權要求他的对手說，你就給我完全的投降。可是你知道，伊朗也不是一個所謂的這個三腳貓的很差的國家，只是碰到你這麼強權，他當然會擔心，因此他會談另外一個方案。那剛才這個您可以看到，不管媒體上講或者剛剛世銘講的，美國要的3樣東西的第一樣叫做終止核子計劃。這個終止這不一樣 ，terminate 是完全停哦，這就是投降概念。所以呢，伊朗會拋出一個說我們暫停核計劃，而且他還丟出一個我把濃縮鈾送到俄國，那他有一個小小保護傘，因為這2個國家實際上都是有當然美國不是就比如以伊戰爭的時候，他們都有所謂的代理人戰爭，他有前線代理，有後線代理，他可以也就是他要幫這些代理人去貢獻，或者呢幫後面都有可能。他是前線代理，之前我們大家都知道，黎巴嫩真主港也好啊，胡塞組織也門啊，或者巴勒斯坦這個哈馬斯，還有呢像以前的委內瑞拉，當然像那個伊拉克等等都算。他背後還有2個核武大國，北韓、俄國。當然說不好聽，還有一個
中國，慢慢隱形。中國只是忍着不講話，其實他也會釋出的偶爾的提供資訊啊，這個跟這個印巴戰爭一樣。當然，美國那一方呢，現在不是而是美國直接跟他，所以他沒有所謂代理人，他當然會跟他講說，你必須要這個停止支持中東代理人。其實我覺得這個要求呢，就是他希望怎麼樣呢，讓這個伊朗呢不會再給這個美國未來造成他中東的一些阻礙了哈。當然，限制飛彈也是一樣的道理，這個最少你不會每次我要打你，我比你大比你厲害，你還有時候還威脅我一下，這個川普也不爽了。好，那最後講到他把農作物送到俄國，這個是一個我覺得啊，那有人說這是一種外交策略，我覺得這是一個保命策略了，因為他畢竟他是代理人，這个他幕後的一些主要的這個護盤者呢，他還是覺得他們多少還是有點力量可以保護他的未來的生存，是，所以這是一個保命策略。那當然也就是他預留他未來的一些生存的空間。那麼我最後要講說，美伊這樣我的分析說，這樣的一個這個談判，美國步步為營，他又有霸權在手，又有軍事實力，又有盟友的這些力量，會不會最後這個成功呢？基本上啊，我覺得最後還是會成功的。伊朗最後還是會讓步，畢竟呢，你打的就是可能美國真的這個，當然美國也會自傷，對不對？打人這個4/3也自傷，打人7分自傷3分。可重點是，大家到最後都會形勢比人強啊，就是說我發現你一定要做動手，我還是會一些讓步。因此，我覺得這個未來的成功的幾率還蠻強的。但是伊朗它還是要必須我剛剛講的，它已經無法攻擊，它最少還是要保密，還是要有未來的防禦的一些保命的未來的預留空間。好，謝謝聶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內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